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前情提要。在炼狱岛，奥利弗度过了5年，而真正知道他经历的人寥寥无几，先后奔赴了香港、星城、俄罗斯。在外人看来，他不过是一个遇难的花花公子。为了有朝一日能重返家园，奥利弗这5年来不断突破自己。曾经的纨绔子弟变成了锋刃利器，如今奥利弗已经踏上归途，回到家乡去完成父亲的遗志，守护自己的城市。花花公子死而复生的新闻上了热搜。5年前的奥利弗可谓是记者们的爆文制造者，如今回到家乡依旧是饱受争议，瘢痕遍布身体的20%，多处2级烧伤，以及至少12处的骨折，个别伤口到现在都没完全恢复。大夫的诊断让老妈莫伊拉又是心疼又是害怕，她无法想象儿子这5年经历了什么。奥利弗亲手拎着工具箱回到了家里，家里除了自己的卧室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父亲生前的挚友沃特即将成为自己的后爸，西亚也长大成人，一切对于奥利弗来说既熟悉又陌生。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不免想起这5年的经历，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曾经交代的一切。好兄弟汤米以白日般的速度赶到了奥利弗面前，在餐桌上简单的讲述了这5年的新闻八卦。这些话奥利弗是左耳进右耳出，他更在意的事儿是老妈移情别恋。2个人已经成为了合法夫妻。奥利弗寒暄几句，默默离开了餐厅。夜里风雨交加，轮船失事的场景历历在目。醒来后，脸上的海水全部变成了冷汗。闻声赶来的莫伊拉差点被儿子一手刀反杀，惊得奥利弗蜷缩在角落。他很难快速适应普通人的生活。翻出父亲的笔记，是时候让兜帽男出现在这个城市了。妹妹染上了毒瘾，奥利弗从几年前就知道了，他也只是看破不说破，把自己从炼狱拿到的剑牌护身符送给了妹妹，寓意着重逢。汤米不仅打趣奥利弗偏心眼子，随后开着大奔带着奥利弗四处闲逛。奥利弗一心想祈劝罗罗，这些年罗罗成为了一名律师，专门对抗那些别人不敢惹的达官富贵。他自然从新闻上看到了奥利弗复活的消息，可妹妹萨瑞的死让他不想去面对。奥利弗自然登门拜访，重逢旧情人却没有一丝腐臭味儿，他们仿佛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。先不说奥利弗是他们姐妹的共享男友，抛开这些男女之事，亲妹妹死了，奥利弗却平安归来，这件事儿就成了 Laura 一家的心结。就连 Sarah 葬礼上的棺材都是空无一物， Laura 甚至希望葬在深海的是奥利弗。汤米赶紧给兄弟打着圆场，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各种美食。突然杀出一群蒙面人，没反应过来就被麻醉针打晕，哥俩被蒙面人亚洲捆绑，可他们似乎没有动杀心，更想从奥利弗嘴里套出这5年的故事，套出罗伯特死前给奥利弗交代的遗言。奥利弗自然是闭口不答，任他们折磨。看着汤米还处于昏迷状态，奥利弗二话不说，掰断大拇指，挣脱捆绑开始反杀。这种小伎俩奥利弗根本不当回事儿。持枪的劫匪让空手的奥利弗追得满街跑，奥利弗刺客信条附体，如履平地地追上了男人，咔嚓一声折断了他的脖子。面对警方的盘问，奥利弗只是说有个兜帽男救了他们。昆汀警长心说，你在想屁吃啊，是不是 DC 电影看多了？当然昆汀这次的审问带有一些私心，毕竟女儿 Sarah 死在了奎因家族的船上，借着公事好好怼了奥利弗一顿，大家都听出话里有话，却还是没有反驳这个可怜的父亲。从小看着奥利弗长大的保姆雷萨一如既往，对待奥利弗如同自己的孩子。隔天一早，老妈就给儿子聘请了一名保镖迪哥，以防有人再次绑架奥利弗。路上两人不停尬聊，得知迪哥是一个军事经验极其丰富的退役特种兵。迪哥得意洋洋地说着自己的经历，再一转头，奥利弗早就不在车上了，偷摸来到了早已被废弃的奎因集团制铁厂，正式展开自己的拯救计划。奥利弗用了1天的时间清理了工厂，为兜帽男搭建了一个临时据点，没事就玩一下撑杆向上，让身体保持在最好的状态。弓箭自然是他唯一的武器。劳绕近期针对亚当提起的诉讼，此人也正是名单之一。奥利弗当机立断找到了亚当，用熟悉的手法让他逼供，威胁他晚上10点把贪来的钱转到一个账户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亚当也没把兜帽男放在眼里，转眼却报了警。犯人和奥利弗叙述的意境一模一样。本来没当回事的昆汀这次犯了难，自己还得帮臭名昭著的亚当逮捕兜帽男，谁让他是此事的受害者呢？晚上奥利弗准时参加了汤米的派对，这不过也是个幌子，他的目的还是制裁马路对面的亚当。距离10点还有1个小时，亚当的小弟们早已全副武装。派对上，奥利弗再见罗柔，2个人放平心态，郑重聊了一次，解开了心结。10点一到，账户1毛没有，起身准备去收拾亚当一顿。迪哥阴魂不散的一直跟着他，奥利弗抓准时机将其打晕，化身兜帽男突袭了亚当的公寓。昆汀带队立即前往支援，亚当高价请来的打手拖延了奥利弗足够的时间，这才让他有功夫逃跑。昆汀赶到后，只看到一道黑影跳窗逃跑，警方立刻包围了派对。奥利弗早早地等在人群中，并悬赏200万美金寻找兜帽男的下落，搞得人们是一阵欢呼。警方只能草草了事。
虽然亚当捡了一条狗命，但奥利弗已经把他的脏钱转到了自己账户，还给了需要的人。亚当这个名字也从笔记上划除。乌龟原主的事很快传到了 Laura 的耳朵里，他比中了彩票还高兴，也在下班后秘密会见了汤米。Laura 表示，咱俩的事儿就此告一段落。欢声笑语间结束了地下恋情，这一切都被房顶上的奥利弗全程目睹。自这天之后，奥利弗白天是富二代，晚上是兜帽男，用另一个身份解决了那些辜负了这座城市的人。兜帽男行侠仗义、劫富济贫的事迹传得满城风雨，奥利弗也正式宣布复活。法院撤出了其5年前的死亡诊断，这边刚刚结束，出门就看见 Laura 又缠上了另一个家伙。萨默斯受贿，与三合会在星城贩卖毒品，并且暗中做掉了意外发现的员工。这种只手遮天的罪犯在法院里自然是有人，只能用法律外的手段制裁他。不幸的是，他也在名单上。奥利弗夜间拜访，强迫他承认罪行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段时间，奥利弗为了行动把迪哥耍得团团转，迪哥也不矫情，称再有一次我就会主动辞职。另一边，萨默斯自然是来了个恶人先告状。昆汀懒得搭理这帮道长混蛋，他只想抓住兜帽男，不能纵容一个杀人凶手去维持所谓的正义。更何况自己的女儿正在起诉萨默斯，所以昆汀果断回绝了萨默斯，并且派出大量警力去保护女儿和死者家属。奥利弗这边不管去哪儿都被记者围堵，参观个自家公司都能气个半死，主要是因为沃特已经占据了父亲曾经的办公室，回家还得面对妹妹的各种疑问，比如身上的伤口为什么这么多。奥利弗自然不会说出真相。西亚带着哥哥来到了墓碑前，事实上这些事儿之前奥利弗就知道了，可他依旧不愿意对任何人敞开心扉。思前想后，奥利弗找上了 Laura， 想通过旧情复燃来忘记伤疤。谈了很长时间的心才冰释前嫌。敏感的奥利弗一下听到了门外的动静，拿起水果刀就走了过去。萨默斯打算杀人灭口干掉 Laura， 好在是迪哥及时赶到，连开数枪解决掉了打手。最后在奥利弗一记飞刀下避开了杀招。Laura 是吓得不轻，昆汀之前派的警力全部丧命，他感谢迪哥的救女之恩，还不忘对奥利弗口吐芬芳。迪哥身经百战，自然知道奥利弗那一记飞刀并不简单，准度和力度都不可能是常人能办得到的。经历这件事后，奥利弗知道给坏人机会就是给自己危险，他要再去拜访一下萨默斯，用点暴力的手段，打手们逐一丧命。奥利弗一箭射在了萨默斯卵蛋旁边，萨默斯一害怕就出卖了三合会。老对手钱纳维和奥利弗打得不可开交，一直打到警方赶来现场，不能见光的2个人离开跑路，半路还遭到昆汀的 gank。奥利弗不想伤害他，只是快速射出一支带有录音的箭，趁昆汀分神时离开了现场。正是萨默斯下尿之后承认的罪行。萨默斯被绳之以法，劳若对这个神秘的兜帽男越来越有好感，和老爹昆汀唱的完全是反调，划掉了星城第2个名字。奥利弗在父亲的墓碑前发誓会守护这座城市。下一位受害者嘉宾名叫霍尔德，给贫民窟安装劣质的传感器，导致发生了一系列火灾，伤亡惨重。奥利弗这次完全没有仁慈，刚想说出那句话，一声枪响划破长空，神秘男人从巴贝勒开外一枪干掉了霍尔德，总归是解决了名单。奥利弗划掉了霍尔德的名字，可他在交火中肩膀中弹，毒药迅速侵入奥利弗的身体。昏倒前，奥利弗猛灌了一口摇飞草药，这才在几个小时后平安无事。警方也在一大清早带走了霍尔德的尸体。昆汀一眼看出杀手不是兜帽男，这不摆明了是枪伤。奥利弗这边也在恢复后检测了血液中的毒素，猎人常用的箭毒木毒素。常用这种毒素浸泡子弹的人只有一个，死亡射手。这个枪王远比那些罪犯要危险得多，每干掉一个人就把死者的名字纹在身上，这让他一度不敢结交女朋友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奥利弗打算把制铁厂改装成夜店，虽然地段处在贫民区，不会有附近的人光顾，不过凭借奥利弗的名字，一定还会有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打发走了汤米和迪哥。奥利弗重返事发现场，根据弹道推测了凶手的射击位置，一波飞檐走壁，在墙上找到了破碎的弹壳。子弹的口径属于 7.62， 一切线索指向了兄弟会。奥利弗找到了当地的兄弟会盘口，自己胸口上还纹着兄弟会头目的刺青，畅通无阻地来到了他们的制造厂，希望他们能帮自己寻找一个使用 7.62 箭毒子弹的杀手。这段时间他要去隔壁对手的夜店光顾一下，这样才能把戏演足，营造不在场证明。没想到的是，西亚在这喝了个昏天黑地，还把汤米和罗肉睡觉的事给捅破。奥利弗表示没事儿，我平时一直都是戴着绿色兜帽，还和夜店老板大打出手。之后迪哥带他们来到了弟妹的汉堡店，弟弟走得早，弟妹自己一直在照顾。同一时间，奥利弗就接到了兄弟会的电话，死亡射手本名劳顿，连同地址一起告诉了奥利弗，兜帽男当晚突袭了劳顿的住处，弓箭使得再好也难抵抗雨点般的扫射，最终劳顿逃走。
奥利弗只带走了他的电脑。虽然已是千疮百孔，电脑这方面奥利弗实在不怎么行事，找到了自家公司 IT 部门的主管费利西蒂，解释道：“我上网的时候咖啡洒了，你能帮我修复一下这个满是弹孔的笔记本吗？”这种低配谎言费利西蒂并不计较，很快开始着手修复。拷贝出了里面的文件，是一家交易行的设计图，正是沃特的生意竞争对手帕特尔的文件。事情变得复杂了起来，奥利弗需要一个帮手。当晚他找到了昆汀，把自己知道的线索全部都告诉了昆汀。为了不让帕特尔接刀杀人，他们必须合作。所有商业精英都聚集一起，包括奥利弗的家人。奥利弗这边紧张地观察着所有动向，一墙之隔的汤米和劳拉却在筹备约会。很快，一个红点瞄准了沃特的心脏，昆汀见状立刻扑倒了他，几声枪响后伤亡惨重。奥利弗立刻在楼梯间的垃圾桶里掏出了兜帽，直接杀向了劳顿的射击点。在一栋北楼里，两个人缠打在一起，两个 ADC 搞起了近战，格斗技巧奥利弗略胜一筹。分离开后，奥利弗一箭射下了劳顿的右眼，正要检查一下死活时，后面传来了一阵喘息。迪哥在交火中中弹受伤，奥利弗立马把他带回基地包扎伤口，并且调制草药为其解毒。几个小时后，迪哥醒来，眼前却坐着穿着兜帽的奥利弗，是时候对他坦白一切了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